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11月25号宣布，禁止批准采用华为、中兴等公司的新电信设备，理由仍是这些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所谓不可接受的风险。与美国同步，英国政府也对中国造摄像头下禁令。美英同步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黑手伸向中国科技企业，反映出怎样的战略焦虑？来看报道。当地时间25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禁止华为、中兴通讯、海康威视、海能达和浙江大华5家中国公司在美国销售设备，原因是这些公司的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基钦评论称，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政策，继续向这些中国公司施压。刚刚颁布的新设备禁令是一个高潮。实际上，美国自3年前开始就以所谓国家安全威胁为由，下令逐步拆除美国电信和安全网络中使用的中国制造设备。去年9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还宣布了一项拆除和替换项目，向大部分美国农村电信运营商提供19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他们拆除和替换已安装的华为和中兴生产的网络设备。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可替换的设备昂贵、补贴迟迟不到位等问题，相关工作进展缓慢。此外，外界还注意到，虽然强行高举所谓国安大旗，美国却从未拿出过中国科技公司产品对美国民众进行监视的任何证据。应该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中美这种经贸的联系，包括在高新技术领域这个合作也是非常密切的。那么，美国去打压中国的企业，就意味着美国要自己去生产或者找到替代的这样一个类似的产品。实际上，这个也是不符合这种经济合作这种各自的这种资源禀赋的这样一个优化配置。美方近年来不断施压盟友，而英国则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的问题上对美国亦步亦趋。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英国前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负责人曾爆料称，2019年英国政府决定同华为展开合作后，美国曾派官员赴英，向英方代表咆哮了5个小时，迫使英国改变政策。英国前商务大臣凯布尔也曾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禁止使用华为5G 设备和服务的决定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而近日，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则对英方进行极力游说，要求英国对中企对英国纽波特晶圆厂的收购案进行审查。不久后，英国苏纳克政府就强行要求中企退出已经收购的股权。而这项交易已经在1年前完成，并已经接受了英国政府2轮国安审查。英国政府撕毁商业契约的做法令舆论哗然。苏纳克政府的小动作不断，就在美国对华为等5家中企下禁令之前不到24小时，英国政府以所谓安全风险为由，告诉各部门停止在敏感建筑上安装与中国有关的监控摄像头。据英国媒体曝光，在就业与养老金部、内政部、苏格兰场等地都有中国企业制造的摄像头。实际上，被英国政府这次下令禁用的2家中国企业生产的摄像头，占据了英国70%以上的市场份额，多次斩获英国政府集中采购订单。对于英方再次出尔反尔，泛化国安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开展对外贸易、投资合作。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动向，中国政府也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林胜利向深圳卫视分析，英国作为美国最铁杆的盟友之一，在高科技领域随美齐舞炒作中国安全威胁不奇怪，背后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科技的战略焦虑。英国脱欧之后呢，它的整个的这种全球英国战略是把这个英美特殊关系作为重中之重，所以目前在很多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上，英国的这种战略追随程度是非常的高。所以呢，美国要打压中国时候，美国要对中国采取什么行动，英国基本上是第一时间是跟美国要保持这样一个的统一的这样一个步调。但美方脱钩断链的响应者越来越少。近日，荷兰政府就强烈反对美国扩大对华光刻机的出口禁令。11月25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利谢·施赖纳马赫尔表示，荷兰正在与美国政府就关于向中国出口光刻机的新限制进行谈判。他在透露这一消息时还说，显然美国已经宣布了单方面措施，但荷兰也在权衡自己的利益，因为荷兰公司已经受到过去出口限制的损害。2018年，
美方要求荷兰企业光刻机巨头阿斯麦不要对中国企业销售最先进的极紫外线光刻机 EUV， 但对使用上一代技术的深紫外线光刻机 DUV 则没有规定。荷兰政府遵守了这一规定，但今年美方要求连 DUV 也禁止，荷兰政府决定这次不再盲从美国。根据阿斯麦的财报，中国大陆是其全球第3大市场。该公司2021年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超过20亿欧元，约占其总销售额的16%。彭博社直言，荷兰高级官员的表态进一步说明，面对中国这个重要市场，荷兰不愿一味地顺从华盛顿的对华企图，与中国脱钩断链。在11月4号举行的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致辞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反对脱钩断链。他表示，贸易限制等非市场化措施令全球贸易体系岌岌可危，而这种分裂可能导致全球 GDP 永久性损失超过1个百分点，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阻力。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即将在明年9月卸任，围绕下一任北约秘书长的人选，英国和法国打起了口水仗。英方希望该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出任下一任北约秘书长，但法国激烈反对。实际上，这不是英法矛盾的延续，而是欧洲和美国之间对北约控制权的争夺。北约现任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原本应该在今年秋天卸任，但因为俄乌冲突的爆发，他的任期被延长1年，到明年9月。英国媒体近日爆出，英国政府打算推举现任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出任下届北约秘书长。消息一出，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表示反对。按照英国《每日快报》的说法，马克龙表示，哪个成员国都行，就是不能允许英国人捡漏出任该职。一旦伦敦做出提名，他将行使1票否决权。英国政界和舆论对马克龙的强硬态度十分不满，立即口诛笔伐。有英国议员表示，英国是北约第2大出资国，英国人有资格出任秘书长。实际上，想当北约秘书长的英国人很多，包括前首相约翰逊。他在7月深陷丑闻时就放出风声，要辞职去当北约秘书长。分析还指出，英国脱欧后想扩大在国际组织中的话事权，就必须霸占一些重要国际组织的职位。而北约秘书长则被英国认为是最唾手可得的一个。英国还是想要扩大自己在这个北约这个组织里它的一种影响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不料法国激烈反对，执政的英国保守党议员安德鲁·布里根痛骂马克龙，称他患上了恐英症，非常令人失望。实际上，这是和稀泥的说法。虽然英方没有事先就此事与法国沟通，显示了英国的自大与傲慢，但英法数百年的恩怨，并不是马克龙打算1票否决华莱士的根本原因，而根本原因是欧盟再也无法承受一个非欧盟成员国的人来担任北约秘书长了。现任的斯图尔滕贝格来自非欧盟国家挪威，这导致了欧盟的安全利益与北约产生巨大分歧，而北约内部的分裂也给美国强化对北约的控制提供了舞台。而英国自称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最铁杆的盟友，而且脱欧后，英国根本无需顾及欧盟的利益。因此，一旦英国人当上北约秘书长，北约就完全沦为了美国的北约，而非欧洲的北约了。此外，从约翰逊开始，法国和英国的关系就不断走低。这2个发达国家甚至还就捕鱼权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令国际舆论大跌眼镜。马克龙也不客气地私下称约翰逊是小丑。任期没有一颗生菜的保鲜期长的特拉斯在谈及英法关系时表示，是敌是友尚无定论，再一次将2国矛盾摆在台面。而现首相苏纳克上台后曾表示要与法国修好，但进展不大。尤其是已经退出欧盟的英国想继续在主导欧洲安全的北约之内取得重要职位，这明显是不把欧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法国放在眼里。北约秘书长的职位由非欧盟成员国担任，已经严重损害了欧盟的战略利益。例如，在俄乌冲突一事上，主张劝和促谈、尽力避免冲突发生的法国和德国被边缘化，而北约不断放出风声，称要接纳乌克兰为成员，最终导致冲突不幸爆发。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给欧洲经济造成了灾难性打击，欧盟也被战争绑架，对俄罗斯发起8轮制裁。冷战结束后慢慢成型的俄罗斯负责提供质优价廉的能源，欧洲负责制造商品的双赢合作模式被打破。目前，俄欧之间原先的6条天然气管道仅有1条仍在使用，而欧洲也不得不应对能源价格高涨导致的产业外移危机。另一方面，英国政策高度追随美国，近年来还在 AUKUS 美英澳机制上等全力配合美国战略，
甚至还派出航母高所谓印太航行来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撑场子，这让法国不得不担心，一旦英国国防大臣担任北约秘书长，欧盟的利益将无人问津。从法国这边角度来讲，就是尤其在英国这个脱欧之后啊，对英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那我们知道，之前在这个所谓的奥库斯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军事协议这方面，英国、美国还有法国之间会产生了很大的这种分歧啊，在他们这个西方的内部集团之内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法国他更希望在欧洲大陆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实际上，法国的戒备心正是来自俄乌危机中，美方不断收割欧盟国家的种种劣迹，例如欧洲深陷能源危机之际，美国向欧洲出售天然气的价格竟是美国国内市价的5倍，一传美国卖给欧洲液化天然气利润超过1亿美元。此外，美国还趁欧洲经济陷入混乱之际，大搞美元加息，强行让美元回流美国。而这些回流美国的美元当中，一部分就是以投资美国制造业的方式回流，这其中就包括欧洲的很多优势产业。目前，几乎所有欧洲汽车厂都大举扩建美国工厂。而全球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之一的德国安塞勒米塔尔表示，由于电力成本飙升，该公司已关闭位于德国的2座工厂，将高炉整体搬迁运往美国。欧盟内部不断出现对美方趁火打劫的愤怒。以往的这种欧洲的军事平衡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合作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德国，它就是深深依赖着俄罗斯的这种天然气的供应啊。那么经济上的紧密的合作促成了这种军事上的一种一种平衡。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正在逐渐被打破啊。另外，我们考虑到现在一个俄乌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其实最主要的受到影响的还是欧洲大陆。从历史上来看，其实法国还是占有着很重要的这种军事的优势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出法国为什么现在要力挺自己的这样的北约的秘书长的人选了。法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无法实现防卫自主保持高度警惕。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就提出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欧洲军的设想。这是一套与北约平行的军队系统，只不过与美国主导不同，法国主张欧洲军由欧洲人自己率领，体现欧洲国家的战略自主。1966年，由于不满北约机制，法国甚至一度退出北约，直到43年后的2009年才重新加入。当时的北约一度呈现出冷战后逐渐边缘化的态势，但其后美国不断拉北约加入世界各地的战争，并趁机以意识形态绑架欧洲。特朗普上台后，甚至赤裸裸要求北约国家掏钱，而绝口不谈北约在美国的主导下屡屡主动对欧洲的战略安全制造麻烦。为此，马克龙曾愤怒地表示，北约已经脑死亡，并再次提出欧洲军的构想。事实上，德国的态度也与法国类似。早在2017年5月，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发表措辞严厉的一段话。他说：“现在已不是完全依赖其他伙伴的时代。我们欧洲人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拜登的上台给了欧盟一个承诺，这造成了欧洲的幻觉。去年9月，拜登上任后首次外访就参加了北约峰会。他说：“美国回来了。”只不过他更不顾及欧洲国家感受，在冷战结束约30年后，在北约框架下挑起了欧洲本土自2战以后的首次热战。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11月25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发表声明，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中兴通讯等5家中国公司在美国销售设备。那您怎么看待此事呢？主持人好，这件事情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美国人针对中兴、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已经不是1天2天了。至于全面封杀的到来，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法国、英国、瑞典、挪威、罗马尼亚、比利时、丹麦、波罗的海3国等欧洲国家先后多多少少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这道铁幕，要么在本国5G 网络的关键架构上禁止使用中国设备，要么和美国一样全面封杀中国高科技企业。所以你说美国此举是出于所谓保护国家安全吗？明显不是。美国政府的根本用意在于绞杀中兴、绞杀华为，让中国企业在未来科技的发展赛道中出局，这是明确的攻击性行为，而且美国人根本就没有避讳过这一点。今年9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公开表示，过去美国只需要动态领先于中国，保持一定的科技优势即可，但现在要让中国尽可能的落后于美国，
要将两国之间的差距尽可能拉大。如何尽可能拉大呢？美国人一手通过芯片法案，另一手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出口管制，明确限制中国先进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讲过，这项出口管制落闸时间之急，影响范围之大，以至于美国杂志《外交政策》都感慨到，这完全是以杀伤中国为目的，甚至不惜以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为代价。那么，如何看待美方提出以国安问题为借口呢？某种意义上，对于美国而言，所谓国家安全要建立在环顾四周而无一合之敌的基础上，要建立在自身的绝对霸权基础之上。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最近荷兰政府拒绝继续顺从美国对华科技禁运，而德国也表示反对与中国经贸脱钩。那您认为利益方面的分歧会瓦解美国为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所搞的小圈子吗？这是个好问题。分析国际关系最忌讳的一点是过分以小见大，从某些孤立的表态出发，就大的政策导向进行结构性分析。现实摆在这里，德国并不具备和美国平等博弈的能力。事实上，整个欧洲加在一起也不见得具备这个能力。因此，中德关系必然会受到美国压力因素的影响。我在之前的评论中提到过，欧美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依附性的关系。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交换，欧洲认可美国在欧洲秩序构建之中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顺风顺水一起发财的时候，这种依附性的关系本质会被所谓的双赢所掩盖。美国吃肉，欧洲喝汤，欧洲各国称赞美国是仁慈的霸主，大西洋两岸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德国铁娘子默克尔继承了法国硬汉戴高乐的理念，试图为欧盟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可以说，倒退回那个时代，我完全相信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会全力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与中国发展更加深入的经贸关系。事实上，历史也正是这么写就的。但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再次被塑造为欧洲当前最大的关切。这一共识的达成，也让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深深嵌入欧洲地缘战略的决策导向之中。有多深入呢？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德国一直努力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寻求调节，试图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达成去威胁化的合作。如今，这一切化为泡影，改为由美国的对俄姿态所引领，甚至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也隐隐有被边缘化的趋向。所以我的结论不在于如何自欺欺人地相信欧洲具备某种能力或者良心去自然而然地站在中国这一边，而是中国要积极主动地塑造欧洲未来政治的氛围与导向，通过越发深入的经贸相互依存，战胜那些唯恐世间不乱的大西洋主义者，让一带一路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替代强权政治的霸权思维。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组织3艘新型舰艇进行海上全训考核，万吨大驱鞍山舰形成战斗力。中国海军首批05型大型驱逐舰的建造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海上全训都有哪些看点？中国万吨大驱战力几何？多艘05型驱逐舰入列并形成战力，对于中国海军而言有何特殊意义？石红、吴伟独家观察。近日，中国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组织3艘新型舰艇进行海上全训考核，分别是万吨大驱鞍山舰、052D 型驱逐舰包头舰和齐齐哈尔舰。考核在航行状态下昼夜连续组织实施，3艘驱逐舰全部通过考核，这意味着万吨大驱鞍山舰已经形成战斗力。央视画面显示，参加此次考核的3艘舰艇装备齐全，蓄势待发。上午8点，包头舰突然接到敌情通报，迅速截缆离开码头，与其他各舰一起驶向黄海某海域。刚刚到达预定海域，各舰雷达相继发现海上目标。主炮打击1洞111P，主炮目测跟走，射击发。鞍山舰雷达发现空中敌情，实施干扰，同时各舰对空中来袭目标展开副炮拦截射击。发现拐腰4洞 P 空中目标，有军。开火！与此同时，各舰又发现海上有近距离目标接近舰艇，各舰同时采用主副炮进行攻击。在这次考核中，考核组随机下达考核科目，
组织水面舰艇、潜艇、歼击机、预警机、直升机等与参考舰对抗，突出考察复杂电磁环境下综合防空反导、对海攻击、对潜作战等多项能力。3艘舰艇全部通过考核，万吨大驱鞍山舰形成战斗力。此次考核，我们紧紧围绕加快形成新质战斗力这一目标，有效检验和提高了舰艇复杂条件下综合攻防能力和官兵处置突发情况的快速反应能力。全性考核的话，它是对于一艘舰艇进行作战层面的各个要素去进行考核。也就是说，在实际作战中所能够遇到的这些要素，它都会去进行考核的防空、反潜、反舰，以及进行电子战、损管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去进行考核。要知道这一次就是3艘驱逐舰进行考核的，而且都是一些新舰，就说明中国海军在这种先进驱逐舰方面一个是性能越来越高，第二个是数量越来越多，那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战斗力形成速度特别快，因此就使得中国海军在整体战斗力方面提升就特别快了。有消息称，中国海军首批055型大型驱逐舰的建造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计划中的首批8艘军舰已经有7艘入役。有观察指出，8艘万吨大驱组成了中国海军水面战部队新8大金刚格局，也就是101南昌舰、102拉萨舰、103鞍山舰、104无锡舰、105大连舰、106延安舰、107遵义舰以及尚在建造中的108咸阳舰。按照公开报道，这8艘军舰的入役速度极快，近年来保持了1年2艘的节奏。有网友亲切地形容这是下饺子的海军速度。而单艘船的建造周期平均下来仅有1年，这显示了中国造船工业的强大能力，以及这一型驱逐舰在技术性能上的高度成熟。值得注意的是，首批8艘055大驱，其中前4艘归属于北海舰队，后2艘归属于南海舰队，最后2艘分析认为大概率也将归属南海舰队。观察认为，北海舰队和南海舰队都有自己的航母母港，这显示出万吨大驱和目标任务所在。在战役战术层次上，由于排水量巨大，万吨级大型驱逐舰足以作为海军多个驱逐舰支队的核心舰艇使用。相比052D 型驱逐舰，055大型驱逐舰具备态势感知能力强、电子对抗能力好、对空、对海、对陆攻击火力强大等特点。尤其是它安装的双波段雷达，加上编队作战指挥系统和战役级防空作战指挥系统，足以承担起海上水面战、防空战战役级指挥能力。055驱逐舰跟航母进行组合的话，能够使得航母战斗群整体的作战能力是变得是非常强大。同时它也可以以自己为核心，加上其他的舰艇，形成了这样一个水面舰艇编队。那它作为核心舰艇，可以为编队去提供了更远的态势感知能力以及指挥控制能力，也使得整个水面舰艇的作战能力也会得到非常大的提升。所以就是055驱逐舰它的加入就使得中国海军在作战能力方面是有了非常大的提升，而且在作战灵活性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加快新型武器装备的建设，中国海军还持续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合作，展示解放军的良好形象。应孟加拉国海军邀请，25号下午，中国海军长沙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起航，赴孟加拉国参加国际阅舰式。随着起航命令的下达，海军长沙舰携舰载直升机1架和200余名任务官兵驶离军港码头。此次活动计划于12月上旬举行。中国海军还将派出代表团参加海事、文化交流及双边会晤等相关活动。我们代表中国海军参加此次活动，旨在巩固中蒙两国两军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海军务实交流合作。全体官兵将以党的20大精神为指引，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和过硬的军事素养，展示中国海军开放自信的良好形象。海军长沙舰是中国自主研制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6000多吨，舷号173。作为中华神盾的一员，入列以来多次作为指挥舰参加重大演训任务和海上维权行动。这次中国海军的长沙舰出访孟加拉国参加国际阅舰式，这是我们军事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展示我们中国海军和平之师
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一个良好的机会。由于海洋它是个国际通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海军的建设经验的这个经验和教训里头，获取营养，加快我们海军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在熟悉世界各个海洋，为未来执行这个反海盗等类似的行动的积累经验。通过这个国际水域，通过国际通道走向世界，对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建设到2027年建设一支一流的世界军队，是有重大意义的。好，消息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畏，吴先生好。近日，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组织3艘新型舰艇进行海上全训考核，其中055型万吨大驱鞍山舰的身影格外引人瞩目。那您认为哪些信息量值得我们关注呢？是的，童迪。央视军事频道的这组报道展现的是我们人民海军水面舰艇部队从新舰入列服役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全训考核。海军舰艇是一个复杂的作战系统，一艘战舰要能够全面发挥作战效能，需要全舰官兵在各自的站位上做好分内事，做好战斗协同，全舰如一人，方能攥指成拳，一击制敌。因此，全训考核是作战舰艇的全系统考核、全链条考核，考验的不仅仅是指挥员，更是舰上的每一位战斗员。如果拿我们经历过的高考去类比，那就是全班上下几百号人都要考过重点线，但凡有一个同学掉链子，这道坎就迈不过去。因此，海军舰艇部队的全训考核是出了名的难。我留意到，此次参考的3艘新锐舰艇全部通过了考核，可以说这充分展现了人民海军在锤炼新制战斗力方面有了可喜的新进展。如果说参考舰艇是答卷人，那么出卷人是谁呢？报道显示，此次海上全训考核是由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牵头组织的，考场在黄海海域。由此我们不难推断，这场考试的出卷人是北部战区海军舰艇训练中心。事实上，海军3大舰队都各自设有一个舰艇训练中心，分别对应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以及南部战区海军。作为新锐舰艇与新进舰艇指挥员走上战场之前的最后一关，舰艇训练中心出的考卷往往要贴近战场实际情况，考场多流汗，战场才能少流血。因此，舰艇训练中心往往能够调动多方资源，在天上、水面、水下、岸上给参考舰艇官兵设置重重难关。那么，具体谈谈此次全训，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参考的3艘新锐舰艇并非各自为战，而是组成了一个水面作战群，以战斗编队的形式共同应对考官的刁难。这是一个涵盖055万吨大驱、052D、052D 改3个型号驱逐舰的凶猛战斗群，可以说从火力配备、战场态势感知、信息化程度上看，这个舰群的豪华程度是远超人民海军执行亚丁湾护航时派出的驱护编队的。以编组形式组队参考，不光考验每一艘舰艇的作战实力，更考验友邻舰艇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其次是全训考核的时间跨度大，为期3天的多昼夜考核无疑是围绕一个综合的战场想定展开的。我合理推测，考核涵盖了多个任务阶段，比如说兵力集结、编队航渡、实际火力运用突发敌情应对、多方向、多批次来袭目标抗击紧急损管与战场救护、打击效果评估、撤出战争海域等等。可以说，全训考核突出考察了复杂电子环境下，甚至是核生化背景下参考舰艇的全方位作战能力。这几年越来越多的055万吨大驱入列人民海军，并形成战斗力。那您怎么看人民海军这几年的装备发展势头，呈现出了怎样的新趋势呢？自从055万吨大驱的首舰101南昌舰在人民海军70周年阅舰式上正式亮相后，国际舆论一度发出感慨，说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步伐无法阻挡。
055确实是观察人民海军装备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它与空军的歼20、陆军的150式主战坦克都被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心智作战力量。那么055强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在于平台的体量足够大，满载排水量超过12000吨的055被美国海军同行称为导弹巡洋舰。实际上，055在人民海军舰艇编队中扮演的角色，确实与美国海军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类似，都是远洋编队的防空指挥所。相比即将全面退役的提康德罗加级，055的后发优势更为明显。它不光有着强大的防空反导实力，还具备强大的对海打击实力。装备高超声速弹道反舰导弹的055，可能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反舰火力最凶悍的导弹驱逐舰。其次，我们也能从055的入列部署方向上窥见中国海军的发展趋势。根据公开资料显示，055第一批次一共造了8艘，舷号从101至108，4艘部署在北部战区海军，4艘部署在南部战区海军。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因为中国海军在北边与南边各有一个固定翼舰载航空兵基地，各有一个航母基地。也就是说，055的首要角色是中国海军航母战斗群的舰队支撑点。综合上述信息，不难看出，中国海军未来的航母运用将以一南一北2条腿走路的方式进行。可以佐证的是，有航母奶妈之称的901型快速战斗支援舰，也正在以一南一北的方式优先配属给了北部战区和南部战区海军。我们的人民海军在装备发展的趋势上，主要围绕3大远洋战斗群，比如说基于国产航母与国产隐身舰载战斗机的航母战斗群，基于2栖攻击舰的2栖远征打击群，基于新型攻击核潜艇的水下打击群。相信随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陆续实现，大家一定能够看到一个面貌一新的强大深蓝海军。好，谢谢吴伟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台湾的无人机最近闹出了很多事端，令民进党当局丢脸。民进党当局习惯性的借此议题渲染大陆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痛批民进党当局心中有鬼，脑子有病。可能是为了挽回颜面，台军邀请媒体参观其无人机项目，并首次曝光了台军自称雷达杀手的剑翔反辐射无人机部分参数性能，宣称射程达1000公里，甚至声称能攻击航母。台军方背景研究院的航空研究所15号邀请岛内媒体参观，首次曝光了剑翔无人机的性能。按照台空军的说法，这款无人机最大飞行距离超1000公里，最大滞空时间5小时，平均飞行时速约为200公里，俯冲攻击阶段则可达到时速500-600公里。而且剑翔无人机发射前可设定路径，预先避开敌军火网威胁，飞至目标区上方进行搜索后进行攻击。有岛内媒体报道称，无论是剑翔无人机的外形还是系统，都与以色列产的哈比反辐射无人机雷同。哈比的外销单价约为50万美元。按照台军说法，剑翔订单价值119亿元新台币。有岛内媒体估算，剑翔的单价约合80万美元，是以色列哈比的1.6倍。值得一提的是，10月31号，首套剑翔系统已部署于台岛北部临海高处阵地，承担反登陆阶段攻击敌海面大型2栖指挥舰的任务。台湾地区在航空技术领域呢，一直就是属于低水平的。从它的整体尺寸还有发动机的一个情况来看，以这样的低速反辐射无人机的话，要去进行作战，那难度呢实际上非常大的。台湾在航空技术方面，在发动机、在电子设备以及呢控制设备等等方面都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呢，它传出来这样一款的无人机，整体性能是比较差劲的。剑翔无人机采用小展弦比三角翼无平尾布局，圆柱状机身，发动机位于尾部，机身头部装有被动雷达导引头。其导引头技术采用台湾天剑2A 反辐射导弹导引头的相关技术。无人机发射前装载于密封的发射箱内，一个发射箱可容纳2架无人机。当天，台军展示的发射车配备6个发射箱，总共配备12架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剑翔的基本火力单元可能由3架发射车、1辆地面控制车和辅助装备组成，
每个火力单元配备36架无人机。实际上，剑翔无人机的效能只不过是类似一颗反辐射导弹，而美军 AGM-88 反辐射导弹单价不到30万美元。所谓反辐射，其实就是攻击对方的雷达。作为台军海空战力提升计划的一部分，剑翔分为巡标和攻击2种型号，均能主动搜寻对方雷达。攻击型号则内置炸弹，发现目标后直接采用自杀式攻击方式锁定对方雷达。相比反辐射雷达，无人机的续航时间长，但飞行速度慢，毁伤能力差。还有岛内媒体曝光，一旦对方雷达关机，剑翔很可能丢失目标。由于无法回收，因此只能采取自毁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剑翔的研发机构声称，其航程可达1000公里，涵盖台湾海峡，甚至还可以攻击航母。但岛内有媒体揶揄道，航母没有这么傻。实际上，防空反导反潜是航母打击群的重点自卫能力。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使用反辐射导弹攻击航母的战术战法。观察指出，无人机是台军短板中的短板。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机战法令台军感受到新技术的震撼，因此急忙推出剑翔。但岛内军事专家直言，相比大陆，台军的无人机根本就没有入门。仅在11月份珠海航展上，就有43项无人机产品参展，其中无侦7、无侦8、攻击11和翼龙、云影、玄歌等系列无人机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无人机空中打击体系。而这仅仅是大陆外销型号的部分。此外，珠海航展还展示出强大的反无人机系统。其中一款外形如蜂巢的 SLC-18 空间监视目标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反无人机能力全球领先，被媒体称为无人机克星的 LW-30激光炮，在6秒内就能够锁定25公里内的目标并进行打击，都令岛内军事专家十分震撼。在对付无人机方面，大陆呢这些年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在软硬杀伤方面，都是呢取得了这种巨大的进步。所以要想呢突破大陆现在的这种拦截能力呢，实际上基本上以台湾地区的这种水平的话，根本是做不到的。深圳卫视注意到，解放军无人机近年来已经加入常态化巡台演练。据台湾防务部门发布的消息，今年9月以来，已接连监测到6款解放军无人机。对此，评论认为，对于台湾民众和台海和平而言，从来没有大陆威胁，只有台独威胁。使用无人机设备打击台独势力，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会不会的问题。对于大陆方面打击台独的意志和能力，岛内台独势力不仅应该感到胆寒，更应改弦更张，彻底停止谋独分裂活动。蔡当局近年一直推进自造无人机计划，花费不菲，但收效甚微，还多次发生闹剧。近日，还有岛内媒体爆料称，10月在一场演出中被蔡英文点赞为台湾之光的无人机群所使用的约500架无人机均由大陆企业生产。更打脸的是，当时这些无人机表演了空中花字等节目，但组成的字是简体汉字，这显示操控团队很有可能使用了向大陆软件公司购买的操作软件。还有媒体酸道，蔡英文称为台湾之光的无人机，除了电池里的电是台湾造的，其他软硬件都是大陆生产的。这意味着有超过500架大陆无人机从蔡英文头顶飞过。而台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在看了媒体报道后，据称震怒，要求封杀大陆无人机，包括大陆产无人机零部件